OK， 是我，你们的好朋友台湾二男。你肯定会有疑问，问说为什么今天的开头是这样子？那当然是因为我们今天介绍的角色就是我们的 Karl Anthony Towns 喽。好啦，不用了，对不起。Why are you gay？好啦，又来到了我们的测试伺服器的影片啊。那么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角色就是我们的 Karl Anthony Towns。好啦，虽然呢 Towns 这个球员他在球场上的各种肢体动作都让人觉得他好像有一点点假假的，但是我相信那个都是大家想要闹他一下而已啦。毕竟如果你是知道他背后故事的人呢，你肯定会认为他是一个真男人的。那 Towns 他自己本身也是有 YouTube 频道哦。那么在他的 YouTube 频道里面呢，有一部影片叫做 The Toughest Year of My Life。如果说你听得懂英文，那你也想要再多认识一下 Karl Anthony Towns 这个球员的话呢，我蛮推荐你可以去看一下这部影片哦。在 Towns 的整个职业篮球生涯当中，他妈妈绝对是最重要的那一个人。但是在2020年 COVID-19 的那一年呢，他妈妈很不幸的被 COVID-19 夺走了性命。当时的他灰心丧志，甚至连球都快打不下去了。但是最后他决定跨越这份悲伤，把它化为力量，在球场上继续奋战哦。那游戏里面为什么会把他定位成大前锋呢？我想应该是因为他把 Towns 生涯最具代表性的一年，也就是23到24年在灰狼队的表现呢，作为他的一个游戏里面的模板。当时的中锋我们都知道是 Gobert， 所以他当时就是大前锋啦。那虽然他在全明星当中的定位是大前锋哦，但他其实是在 NBA 的历史上唯一一个获得三分球大赛的冠军哦，而且他平均生涯三分命中率是 39.4%， 各位要知道 39.4% 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啊，所以他在游戏里面的三分是否有跟现实一样这么准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的研究一下这一个角色吧。南开高热，爽就站起来啦！点进来看这部影片的你呢，如果你使用的装置是移动装置版本的，别忘了在下方帮我热推一下，让更多人都可以看到这部影片哦。好了，那么首先来看一下这个角色的立绘以及建模吧。那立绘呢非常的还原哦，但建模呢这个手臂粗的程度 ，Oh my god， 这也太粗了吧！他应该是所有的角色里面手背最粗的球员了吧？再看看我们的 Brad Miller， 哦 ，Brad Miller 也蛮粗的，这个应该就是跟 Brad Miller 差不多的模组吧。好，那属性部分的话呢，我现在是带满3分22加上篮板22的潜能哦。那么在测试服里面是没有服装的，不过如果在正式服，假设能够加上服装的3点的话，它可以到达150的3分，哇，这个非常高哦！在常人当中可以达到150的3分，我觉得应该会蛮准的，而且本身还配有一个150的篮板，我觉得数值也不会到非常的低哦。那因为它的定位是大前锋，所以我们就拿来跟大前锋来做对比吧。那么这边我觉得定位比较相似的应该会是 Nowitzki。那数值方面呢，3分略逊于 Nowitzki， 但是其他数值都是比他还要更高的，包括篮板、干扰、传球、弹跳、跑动、稳定力量，全部都是高于 Nowitzki 哦。那你要跟一些比较热门的中锋来比的话，我觉得也不会到输非常多哦。像大半的篮板134，也只比他高4点而已。那他也可以用来作为一个空间型的中锋来运用哦。那么跟韩旭比起来的话，篮板也是比韩旭还要再更高的，再加上他本身也有冲抢篮板的技能哦。所以照这样看上去，他会是一个空间型的中锋吗？也许会跟你想的不太一样，这个我们后面各位就知道了。好，再来我们来看看强化的部分。第一个徽章给到的是他在爆发季状态下的5个投篮区域出手时3分最终命中率增加6%，也就是说可以让你去做顶投的意思啦。再来下面这个花式给到的是自抛自扣，并且有上篮跟进投的补正。第二个徽章就是增强防守篮板，竞争值加3%。那下面这个花式就给了一个重扣哦，这个应该是继罗德曼之后第2个给到重扣的大前哦，拿来拆弹非常好用。那也附带了一个篮板加5的补正。再来第3个徽章沉退护框，也是他很重要的一个技能哦。沉退篮板的这个技能的意思就是，他只要待在篮下2秒钟，只要这个加成生效之后，他的盖帽角度会增加到240度，然后盖帽范围也会增加0.15米。但我觉得作为一个进攻型的常人，这个3徽章就不见得一定要点，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好，最后一个花式就是给到直升机的篮板，并且还附带3分加5的补正。伙伴部分的话呢，就是3分、篮板跟传球哦，那不用犹豫，到时候应该都是带满3分的啦。
好，再来我们就来看它的技能说明部分吧。第一个技能非常简单，沉退篮板，就是你在篮筐3米内到达2秒之后，你就会触发这个加成。那这个加成就是可以增加你的篮板范围跟篮板竞争值。那你只要一离开之后，你就会直接没有这个效果了。那另外有一个比较可惜的地方，就是 Towns 这个角色，他其实是有一个可以冲刺到篮下的技能的，就可以让他去做到一个抢飞板的操作。可是因为沉退篮板，他必须要待在篮筐3米内2秒钟，所以他就会直接没有这个 buff。那我觉得这点是小可惜。好，再来是这个灵活控运哦，它就是可以让你在被打的时候可以再衔接突破。那被打的时候移动速度也会大幅增加。用 Nowitzki 的模式来理解它呢，我觉得就比较好理解了。好，再来是高位终结，这个技能可以让它大概在5到6米的位置呢，可以选择要向内攻框，或者是向外去做后撤跳投。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它非常强势的技能。一开始你看到这个角色，你会以为它可能只是一个空间型中锋，但看完以上这些技能，你慢慢的会发现，它其实定位跟 Nowitzki 一样，是一个作为进攻发起点的持球核心哦。好，那虽然前面我们有讲到说它是一个进攻发起点持球核心，但它其实也是能够去做接球投篮以及快速出手的。它所有的中距离或3分出手基本上都附带缩圈，而且还有中投跟3分命中率的增加，所以它的进攻威胁性我认为是非常高的。好，在这里有一个挺有趣的技能，就是这个卡位要球。当你贴着对面的时候，只要你按下这个要球键，它就会直接卡住，有一个招手的姿势，有没有？这个技能就可以让对面呢进入短暂的硬直状态。那这里有一个细节要注意一下，就是如果防守方的力量属性越高，硬直的持续时间会越短哦。相信不少人对于 Towns vs Cousins 的那一张图啊印象非常深刻。这个 Cousins 的力量肯定是突破天际的啦，对不对？好，再来就是他的核心技能高位进攻啦。这个球员只要在进攻回合篮筐5米范围以外，他的所有投篮都会缩圈，并且传球速度都会小幅增加哦。再结合前面我们讲到的每一个技能，包括接球投篮跟持球投篮，所有的招都附带缩圈，那我觉得这个就会让他的进攻非常强势哦。当然，你可能会在意说这个角色他的跑速偏慢，那进攻真的有料吗？我可以跟大家说，他的进攻所有的技能都速度超级快。等一下后面我们在技能展示的时候，各位就会看到了。好，再来最后一个，也就是他的大招3分冠军哦，这个也是在致敬他的3分球大赛冠军啊。那在开启大招之后，他会进入60秒的3分大赛模式。那这技能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他把3分球大赛的5个位置，给他用了这个框，并且这个也可以呼应到我们前面讲的一徽章。当你拥有一徽章之后啊，他在5个区域出手3分最终命中率都会增加6%，也就是说你就可以去做一个顶头出手的意思啦。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进练习场来展示一下他有哪些值得注意的技能吧。这是用来控制他的，来，你试试看，你拿着，然后你按这个，他就会投篮，按一下，投篮了，有没有看到？好，按去捡球，去捡球，移过去捡球，移过去，看到球有没有？球在那边，前面去捡球，去捡球，很棒啊！好 ，OK， 然后按那个键，他就会投篮，你看，按那个键，来，你跑远一点，跑到后面一点，跑到后面一点。好，去投篮，按一下就会投篮，按一下，按用力一点，好棒哦，用力一点，好棒哦，没有了，好，没有然后了，不对，球不见了，球怎么不见了？你把球用到哪里去了？我找回球了。你找到球了，好，你去投3分，好，投篮，用力一点，好棒哎！好了，叔叔要工作了，好了，谢谢，拜拜。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进攻部分吧。进攻的部分的话呢，很简单，就有分持球跟无球。那我们先讲持球的进攻哦。首先就是你先利用这个灵活控运进入被打状态，然后再放开按键之后，它就会去做一个突破。那你可以选择突破1次或突破2次都可以哦。总之呢，突破到你要的舒适圈，也就是大概到5到6米的位置的时候，再选择去用高位终结，看你是要切进去做垫步上篮，或者是你要出来做一个后撤高位终结。
都可以哦。那只要是在5米以外，所有的投篮出手都自带缩圈，所以非常强势哦。那如果你是内线的高位终结的话呢，它按2下可以进入灌篮，变成是2点。那特别注意的地方是，你的持球手跟你后撤的方向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我现在持球是右手，那我使用高位终结，它就会变成是往右后方去做后撤。那我现在如果是使用左手来做持球的话，假设我使用高位终结，它就是从左后方来做后撤，因为后面你在用到这个大招的时候，它必须要踩到那个范围内嘛。那这个时候你的持球手是哪一只手就非常重要，并且它所有的后撤投篮出手都是可以去做传球的。好了，持球进攻讲完了，再来我们来讲无球进攻。那无球进攻呢就很简单，它可以去做一个接球速投，或者是接球的突破，像这样子快速去做一个左右的虚晃啊。那接到球之后，一样进入你的甜甜区，然后再选择要高位终结。进去攻框或者是后撤出手，那这个虚晃启动，如果你按2下，它就会变成是往另外一个方向去做突破，而且突破的距离都还蛮长的哦。你就一样可以选择要进去做攻框，或者是后撤去做3分出手。那还有另外一种无球进攻方式，当你黏着对方的时候呢，你可以直接发动这个卡位要球，让对方进入一个短暂僵直的状态。我觉得这个招手姿势看起来还蛮邪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招手，嘿嘿。不过这个招手也是有 CD 的哦，所以你没办法像这样子一直要球来顶别人啦。好，那另外呢，他在被打的时候呢，他也可以去使用这个翻身跳投，那并且这个跳投本身也是自带缩圈的。好，再来我们就要讲到他的大招技能啦。那大招技能呢很简单，就是当我在使用的时候呢，脚底下会出现5个区域，那在这5个区域当中呢，会有一个位置发着光，像各位现在在画面上面看到的一样啊。那这个位置就是它的最佳出手区域，那其他区域就没有空位必进了，其他区域我们就叫它普通出手区域。那如果你是在最佳出手区域出手的时候，你的3分就视为3分爆发技出手，所以你是可以去顶头的。那如果你是在普通出手区域时，3分命中率会大幅增加，但是也是有几率打铁的哦。那一次大招就只有一个最佳出手区域而已啦。那大招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哦。虽然这个大招呢可能没有直接给你一个必进3分来的这么好用，但我觉得这个角色它本身的进攻已经算蛮强势的，所以我觉得给到这样子也还算可以啦。好，基本上呢，这大概就是它所有的进攻模式了。但防守的技能你会发现它是根本完全没给的，唯一一个大概就是蓄力加速而已，就是当我在篮下进入这个沉退篮板的状态下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去用一个蓄力加速，让我获得更快的加速效果。但通常你要从篮下跑到那个位置，我估计对方应该也已经出手了啦。但是这个角色的进攻都已经强成这样了，你再给他防守，那是不是大家都不用玩游戏啦，对吧？花式技能的部分，第一个给到的是背身换手上篮，那第二个给到的是果冻上篮。哦，这个大前锋给果冻上篮蛮有趣的，还有自抛自扣，再来是大力灌篮，也就是重扣，然后还有最基本的双手盖帽跟抢板必要的直升机篮板。好了，这就是全部的花式技能了。好了，以上我们带大家看过了一遍所有 Towns 这个角色的技能了，是否有符合你心中对 Towns 这个球员的期望呢？我个人认为呢是还蛮符合的，不管是角色立绘，或者是模组，甚至是技能，我觉得都做得惟妙惟肖。那目前使用下来呢，我觉得也不会过分强势，但也绝对是可以作为一个能够有进攻威胁的球员哦。当然，老话一句，今天这部影片的所有内容都是测试伺服器的内容，绝非正式上线的效果，还请各位特别注意哦。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这部影片的所有内容啦，感谢各位朋友的收看，我是台湾男，我们下部影片见，大家拜。